年度计分清零警告，王一博宁波站绝地反击还是战略弃赛？5月的宁波国际赛道，空气里已经能闻到轮胎摩擦的焦糊味。倒计时指向2月22日，全长4.01公里的沥青路面被初夏的阳光晒得发烫，22个弯道像蛇一样蜿蜒在最大24米的高度落差间。围场里，工程师们抱着数据板来回穿梭，轮胎保温舔的热气混着燃油味，正撑起一股子即将爆发的紧张感。但探台那边安静得有点诡异。按理说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第2分站本该是车迷狂欢的周末，可官方售票渠道迟迟没动静，粉丝群里问疯了，就等来一句内部风声：别等了。这动静跟上海站的5万张名票秒没的盛况比起来，简直冰火两重天。最高将近6000块的包厢票，连个响都没听见就售罄的场面，仿佛还在昨天。可现在宁波这边像是被人按下了静音键。车队精着呢，他们比谁都清楚，车赛这项运动最冷酷的地方就在于他根本不在乎你场外有多少人尖叫，只认规则和计分。年度计分体系像一把达莫克里斯之剑，悬在每个车队的头顶。China GT 2026赛季设置了全年5站比赛：上海、宁波、珠海、上海、马来西亚、雪邦。赛会的规矩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少跑一场，你前头拿的积分全得打水漂，全年的努力直接清零。这笔账 Uno Racing 车队算盘打得震天响。门票难产背后的逻辑是商业账和竞技账的对冲。网络上的公开信息还在显示赛事照常，5月22日至5月24日，宁波国际赛道 China GT 第2站。可票务渠道的沉默和内部传出的风声形成了诡异的矛盾。行业里的人都懂，车队在商业曝光与竞赛资源分配之间搞平衡不是新鲜事儿。但这次的风声透出了一个更冷酷的底线，他们是真拿这当正经比赛在跑，是在死抠年度规则的字眼儿。宁波国际赛道这把双刃剑，在车队工程师眼里从来就不是个轻松的地方。4.01公里长度，22个弯道，24米的最大高度落差，三面寒山的地理风貌让气流变得诡异。多起伏的地形对车效调教是极致挑战，弯道组合和坡度变化更是对车手技术稳定性和体能分配的残酷考验。翻翻这条赛道的历史数据，事故率和超车点的禀布都在说明同一个事实，这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修罗场。王一博对这条赛道不陌生，2025年3月的那场雨战，画面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暴雨如注，宁波赛道的积水严重到被车迷戏称简直是在开船。练习赛里，85号奥迪 R8 GT3 EV2 赛车压到水坑失控，撞上护栏旋转多圈，车头损毁的画面让粉丝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中。但24小时后，这个被贴上流量偶像标签的27岁青年，硬是在暴雨中跑出了全场最快单圈，2分09秒089。他和搭档方俊宇驾驶那辆85号赛车，在湿滑路面上杀出围虫，以亚军成绩登上领奖台。那场雨战的战术细节，到现在还是车队复盘的重点。正赛后半程，王一博负责驾驶，面临经验丰富的对手罗开罗追击，凭借稳定防守和零失误发挥，守住亚军位置。暴雨中连续3圈，圈速误差不超过 0.3秒，这种稳定性装是装不出来的。这份主场优势和心理筹码，车队不可能不攥在手里。但光有主场优势还不够，对手和战术博弈才是真正的战场。积分榜上的明暗较量比场上的超车更凶险。China GT 设置了 GT3、GTC、GTC 3大组别，引入平衡机制，采用55分钟加1圈的赛制。分站赛还设置了强制进账窗口规则。
当前积分领先的车队有什么特点？驾驶习惯有什么弱点 ？Uno Racing 车队的影大后台数据板上的推演已经做了无数遍。85号车组的战略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是2条路。保守方案以完赛拿积分为核心，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危险，确保年度排名稳定。这种方案里，每一个弯道的刹车点都要往后挪上几米，每一次超车的念头都要反复掂量。这种跑法憋屈，但是安全。激进方案瞄准脸江台甚至冠军，利用宁波赛道多起伏多弯道的特性实施超车，但这种方案意味着要把车推到极限，每一次过弯都在刀刃上跳舞。好处是可能拿到更多积分，坏处是一旦失控，退赛的风险谁也承担不起。车队之间的信息战，风声放出来的战术意图到底是烟雾弹还是真实的战略调整？从上海站的表现来看，王一博显然不是个安分的主。起步排在第24位，前面一堆车扬起的尾流和灰尘能把人视线挡得死死的，可他没打算稳稳当当跟在后头跑完。28分钟超了6辆车，正赛第2回合全场第15名， GT3 组别第4名，圈速定格在2分03秒171，比预期快了将近1秒钟。在车载场上，快1秒是什么概念？那是无数个弯道里拿命贴着路尖蹭出来的，是晚刹车0.几秒硬挤出来的。电视转播镜头骗不了人，起步紧贴前车，过弯车身都晃了，硬是死死咬住地没飘出去。这种敢跟人拼刀子的劲儿，装是装不出来的。年度积分规则才是车队可能死抠长远利益的根本原因。China GT 积分分配规则，全年赛事密度对车队资源分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赛制解析到下来，车队面临的是一道残酷选择题：短期票房损失和长期赞助商回报，或者长期冠军荣耀的商业价值。这笔商业账和竞技账 ，Uno Racing 车队比谁都算得清楚。从上海站的表现来看，王一博现在的状态好不容易找回来了。赛前测试在 5.451 公里长的上海魔轨道上，顶着长达50摄氏度的高温，他还是连续跑了22圈，速度不断提高，最终最快圈速达到2分02秒332，比预期快了2秒多。这种状态，车队绝不能在外界因素上栽跟头。赛场上什么鸟都有，旁边那些职业车手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大明星，遇到个防守凶的，直接关能挤你。85号车的车在上海站也被刮伤过，这种巡礼战阴得很，换个脾气暴的可能就急眼了，换个胆小的可能就浪了。但王一博没慌，教练在维修架打了一个简单的手势，再上场，这小子的战术反而更激进了。刚开始还保守着找节奏，中间阶段直接上去抢位置，长距离跑下来稳的一批。工程师在后台看着数据直点头，这心态绝对是被骂出来练出来了。下车的时候镜头怼前排，满脸的汗水混着油污，黑黑的，没有招牌式的微笑，眼神冷得吓人，低头直接找工程师对数据，声音压得很低，动作干脆利落。记者凑过去问他圈速提高了啥感觉，或者被撞了委不委屈，他倒好，没几句废话，就一句：有点不舒服，比赛难度大了些，但我还是会专心开车，或者干脆聊赛道热斗和超车安全。一点松风感的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宁波站的意义早就超越了一场单场胜负，车队最终可能采取的是一种微妙的平衡镜头策略，在确保积分的前提下争取最佳名次。这种策略最憋屈，也最考验车手的耐心和车队的智慧。你要在激进和保守之间找到那个精确的平衡点，既不能太冒进导致退赛，又不能太保守丢了该拿的积分。赛事展望里，宁波站的结果对年度积分格局的潜在影响和速续赛事的连锁反应，才是车队真正关心的。如果车队真的如风声所说，在战略上有所调整，那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妥协或博弈。
真正懂行的老车迷看到这种消息，反而心里有底，这说明团队没飘，脑子还清醒。职业赛车中，战略和勇气同等重要。宁波站将是智慧和速度的双重考验。5月22日，当引擎的咆哮声再次撕裂宁波国际赛道的时候，看台上的声音会不会比上海还要响，现在谁都说不好。但一点可以肯定，85号赛车里的那个小伙子没打算让任何人的期待落空，他把那些花里糊涂的东西全都扔在了维修架，自己戴上头盔，用命去拼那0两几秒。接下来的宁波站到底是一场无声的博弈，还是又一次赛道上的狂飙？你预测王一博在宁波站的最豪名次会是第几？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